迪丽热巴凭逆袭杨洋。在暑期档竞争激烈的网剧市场中，一场出乎意料的收视逆袭正在悄然上演。原本被寄予厚望、投资高达数亿的仙侠大剧《凡人修仙传》，在上线初期凭借杨洋与金晨的高人气一度登上热榜。然而，随着播出节奏的推进，这部作品的热度却逐渐走低。而与此同时，由迪丽热巴与金世佳主演的现代都市情感剧《利剑玫瑰》，却以稳定的剧情节奏与情感浓度，悄然登顶各大平台热度榜单。根据最新数据，《利剑玫瑰》自7月28日上线以来，播放量节节攀升。其在云和平台的最新播放数据达到3410万次，占据全网剧集 17.8% 的市场份额。反观《凡人修仙传》最新一集仅有3260万次，占比 17%。这意味着迪丽热巴的作品在热度、讨论度和口碑上已经全面超越杨洋的作品。这一结果在业内外引发了广泛讨论。要知道，《凡人修仙传》改编自网文经典 IP， 拥有庞大的原著粉丝群体，加之精致的特效和高投入的制作团队，本应成为暑期档的爆款。然而，现实却并不尽如人意。尽管剧组尝试通过每日1集延长播放周期，刺激观众期待，但结果却适得其反，剧情拖沓，节奏缓慢，令观众流失严重。不少网友直言，《凡人修仙传》之所以扑街，症结在于剧本。虽然剧集忠实于原著，但叙事松散，情节重复，缺乏起伏。全剧更像是一部人物修炼日志，缺少影视剧应有的情感张力与戏剧冲突。人物对白呆板，心理转折牵强，甚至有观众调侃，这不是修仙，是修耐心。双引号。与此同时，《利剑玫瑰》的成功显得尤为亮眼。不同于仙侠题材的宏大背景与特效堆砌，这部剧选择了回归现实，以女性成长为主线，聚焦都市女性在爱情、事业与自我认同间的拉扯与挣扎。剧情节奏紧凑，人物关系复杂但不混乱，每一集都能引发社交平台上的情感共鸣。尤其是迪丽热巴饰演的女主角，在面对人生选择时的独立与克制，展现了她过去作品中少有的内敛力量。评论界普遍认为，《利剑玫瑰》的成功不仅仅是剧本的胜利，更是迪丽热巴表演的突破。长期以来，观众对她的印象多停留在古装美女或甜宠剧角色中，但这一次，她卸下华丽外壳，用细腻的眼神、语气与肢体语言诠释人物的复杂心理。一位业内导演评价道，她终于从美貌的演员变成了会表演的演员。双引号。此外，从市场策略上看，《利剑玫瑰》也更懂观众。平台方选择在工作日黄金档更新，避开了周末档的激烈竞争。同时，剧集内容更贴近现实生活，讨论度高的话题如女性独立、职场困境、感情选择等，在年轻女性观众中引发强烈共鸣。相比之下，《凡人修仙传》虽有宏大世界观，却缺乏足够的代入感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这场逆袭也折射出当下中国影视市场的一种转变，观众的口味正在从玄幻大场面转向现实深情感。过去几年，仙侠、玄幻题材在流量明星的加持下频繁登顶，但随着市场逐渐成熟，观众开始要求更高质量的剧本与表演。如今，《利剑玫瑰》的崛起正好印证了这种变化，真正能打动人心的不是特效，而是情感的真实。可以说，这一次，迪丽热巴不仅赢在数据，更赢在内容与人心。她用作品回应了外界长期以来对她流量大于实力的质疑。相反，杨洋在《凡人修仙传》中的表现虽依旧俊朗，但被批评用力过猛，表演模式化，似乎陷入了自己过往角色的影子中。结语而言，《利剑玫瑰》与《凡人修仙传》的此消彼长，不仅是两部剧的成败对比，更是一种行业信号。当流量红利退潮，观众更愿意为好内容买单。而迪丽热巴凭借这部剧，或许正在完成她从偶像到演员的真正蜕变。
4年后再度同场对决，迪丽热巴与杨洋新剧成绩揭晓，周也意外卷入舆论漩涡。时光荏苒，距离《你是我的荣耀》播出已过去4年。当年的荧幕情侣杨洋与迪丽热巴，如今各自携新作回归，却以对手的身份在收视与口碑榜上暗中较劲。巧合的是，这场荣耀 CP 再度同台的竞争，还意外牵扯出另一位新生代演员周也。一边口碑回温，一边评分失利。8月15日，多部备受关注的国产剧集陆续在豆瓣开分，其中由迪丽热巴主演的现实题材刑侦剧《利剑玫瑰》以 6.9 分亮相，超过 21.8 万人参与评分，成为近阶段讨论度最高的作品之一。虽然 6.9 分并非顶级分数，但对于一部涉案类证据而言，这一成绩已相当亮眼。评论区普遍认可该剧的剧情紧凑与社会议题感，不少观众表示，终于看到热巴不再是光鲜的女主角，而是一个真正活在现实中的人物。双引号，有媒体直言，《利剑玫瑰》堪称迪丽热巴的翻身之作。过去几年，《玉娇记》《安乐传》《公诉精英》等剧口碑低迷，令她一度陷入颜值压倒演技的争议。此次在《利剑玫瑰》中，她以短发、素颜、干练的造型出演反拐警察，不靠滤镜，不靠光环，用克制的表情诠释坚毅与痛感，令不少观众改观。业内人士评价，这是迪丽热巴从偶像转向实力派的重要一步，她的努力观众都看在眼里。双引号。另一边，锦月如歌失利引发反思。与《利剑玫瑰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周也主演的古装剧《锦月如歌》。该剧改编自热门小说《重生之女将星》，却在豆瓣仅获 5.5 分，短短 1.8 万人评分。网友评论集中在改编不佳、人设崩塌、造型违和等问题，尤其是女主角何晏周也是一角，被指气质与角色不符，情绪表达欠缺层次，甚至被部分原著粉批评演成了小家子气的女将。虽然男主成类的表现获得好评，但单人出彩，难救全剧。评论界认为，这部剧暴露出近年古装剧普遍存在的流量优先、剧本次之的问题。周也虽然拥有潜力与灵气，但在角色塑造上仍需积累经验。正如有观众直言，周也的眼神有戏，但还不够撑得起大女主的格局。双引号，杨洋的回归，稳中求进的凡人修仙。与此同时，杨洋主演的仙侠剧《凡人修仙传》在豆瓣以 7.5 分开局， 6.1 万人参与评分，表现稳健。这部根据人气网文改编的作品原有庞大原著粉基础，因此开播即引发关注。剧中，杨洋饰演韩立，放下俊美偶像的包袱，尝试内敛沉稳的气质转型。评论指出，《凡人修仙传》成为杨洋沉寂2年后的试金石。自烟火人间的我口碑翻车后，他几乎淡出公众视野。这次的回归，无论从人物塑造还是打戏完成度，都能看出他重新出发的决心。有业内媒体评论道，杨洋与迪丽热巴，一个以刑侦现实题材突围，一个以修仙奇幻回归，他们的竞争更像是一场形象重塑之战。双引号，从流量对决到口碑较量。4年前，《你是我的荣耀》让杨洋与迪丽热巴的荧幕化学反应掀起全民热议，成为国产偶像剧的经典符号。4年后，他们不再是甜蜜情侣，而是在不同类型剧中各自较量。从偶像光环到演员实力，这场无声的对决，其实映照了整个内娱的转型方向。迪丽热巴的转型成功，是流量明星向实力派跨越的范例，而杨洋的稳步回归，则显示了偶像男神向成熟演员的蜕变。两人的新作品虽然都位置爆款之列，但足以让观众看到他们的成长与自省。相反，周也的《锦月如歌》提醒业内，新生代演员若想立足，不仅需要高颜值与流量，更需要选择合适的剧本与角色。光环之下，观众要的是真实与共鸣。荣耀不再是浪漫，而是坚持。
娱乐圈的竞争从来不是你输我赢，而是谁能走得更远。当年荣耀夫妇的甜蜜，如今化作实力对决的坚毅。热巴用汗水换回尊重，杨洋以沉稳换取信任，周也则仍在探索自我风格的路上。正如一位资深影评人所说，真正的荣耀不在荧幕上的甜言蜜语，而在一个演员不断进步，敢于打破舒适圈的勇气。双引号，在流量浮躁的时代，他们的再度同场是一种巧合，更是一种象征。属于新一代中国演员的演技复苏时代正在悄然到来。一个白眼成了全网焦点，周也与迪丽热巴巴黎同框，引发网友热议。娱乐圈从不缺名场面，但能引起全民围观的一个眼神并不多见。近日，巴黎时装周上，一段疑似周也对迪丽热巴翻白眼的视频登上热搜，短短数小时播放量破千万。有人调侃，一个眼神比整场秀还精彩。双引号，一段几秒钟的视频引爆社交媒体。事件起因于法国巴黎的 Dior 时装周。当晚，迪丽热巴与周也作为品牌受邀嘉宾同场出席，身着高定礼服亮相前排座位。两位当红女星的同框本应成为时尚盛宴的亮点，但一段幕后花絮却改变了一切。在网友上传的片段中，镜头捕捉到迪丽热巴正与身旁嘉宾轻声交谈，而坐在她身后的周也忽然投去一个眼神，随后轻轻翻白眼，并微微摇头。这个动作虽短暂，却被网友们放大、循环、解读出无数版本。有人认为是嫌弃，也有人觉得只是灯光太亮眯了眼。然而，社交媒体上的讨论并没有因为理性分析而降温，反而越烧越旺。话题周也疑是白眼迪丽热巴一度冲上微博热搜榜前5，评论欧两派粉丝各执一词，场面堪比小型宫斗剧。时尚场合的暗流，娱乐圈的显微镜。其实，类似的名人互动误会在国际娱乐圈并不少见。早年间，美国歌手 Nicki Minaj 与 Cardi B 在红毯上互相冷眼，成就了无数表情包。如今，中国的迪丽热巴与周也似乎也难逃相似命运。有人指出，这样的事件本质上反映了娱乐圈的高压与竞争。两人皆是当代最受关注的年轻女演员，一位是以美貌与流量著称的红毯女王迪丽热巴，另一位是凭少年的你山河令走红，以演技见长的周也。两种光环的碰撞本就容易被外界放大。一位业内人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，时装周的现场光线、角度、摄影机切换极快，任何一个表情都可能被误解。但他也承认，明星的每一个微动作，在公众眼中都不再是无意，而是一种态度。双引号，迪丽热巴的沉稳，周也的个性。值得注意的是，面对舆论发酵，迪丽热巴方面并未做出任何回应。她在次日的品牌活动中依旧保持微笑，举止得体，气场强大。相比之下，周也在私下活动中被拍到略显拘谨，似乎意识到了事件带来的关注。部分网友认为，这一事件更体现出迪丽热巴的大局观与公众经验。身为出道多年的一线女星，她早已习惯镜头下的种种解读。而周也年纪尚轻，或许只是一个无心的表情，却被舆论渲染成了态度问题。有粉丝评论道，不论真相如何，能引起这么大的讨论，说明大家对这两位演员都太关注了。双引号，评论，当白眼成了流量密码。娱乐圈的生态本就建立在被看见的基础上。当一场时装周的焦点不在设计，而在表情，这既是社交媒体时代的荒诞，也是一种必然。从传播学的角度看，这个白眼事件其实是一场典型的眼神叙事。公众对名人关系的好奇，往往不需要真相，只需要一点想象的空间。在这场集体想象中，迪丽热巴代表了高位的冷艳与自信，而周也象征着新生代的锋芒与个性。两者相遇，哪怕只是一个眼神，也足以成为话题。但冷静来看，
迪丽热巴与周也并无公开矛盾，他们都是凭实力走红的演员，一个在商业与时尚领域影响力巨大，一个在文艺与影视奖项上崭露头角。娱乐圈需要竞争，更需要尊重。真正的较量不应在一个白眼中，而应在作品里。尾声被放大的瞬间最考验人心。随着事件热度逐渐下降，不少网友开始反思，是不是我们对明星的生活太苛刻了？的确，在镜头无处不在的今天，任何细微动作都可能成为放大镜下的素材。公众的热议是一种娱乐，但对当事人来说，却可能是无形的压力。正如一位媒体人所言，真正有实力的演员不会被一个眼神定义。双引号，迪丽热巴依旧是红毯的焦点与荧幕的宠儿，周也仍旧是备受期待的年轻演员。也许未来的某一天，他们能在同一部作品中合作，用角色与演技消解一切误会。毕竟，娱乐圈的故事远比一个白眼更精彩。迪丽热巴化身嫦娥仙子，一夜之间破亿点击，美与努力的双重胜利。在刚刚落幕的中秋奇妙游晚会上，迪丽热巴以一袭月白长裙，轻盈若烟的舞姿化身嫦娥仙子，在梦幻般的月宫场景中翩然起舞。仅仅5分钟的表演，便在网络上掀起了热潮。据统计，该节目在播出当天的网络播放量突破1亿次，相关话题登上微博热搜，评论区几乎被太美了真相嫦娥下凡刷屏。一场科技与艺术交织的视觉盛宴。据节目制作团队透露，热巴这支舞蹈的创作灵感来源于古代神话嫦娥奔月。为了呈现出人仙合一的飘渺感，导演组采用了虚拟光影与实景结合的方式，让月宫祥云仙鹤层层叠叠地交织成一个充满东方意境的梦境空间。而迪丽热巴从云端缓缓现身，步步生莲的那一刻，无数观众惊叹，这不是 CG， 这是她本人。双引号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这段表演并非看上去那样轻盈。工作人员透露，热巴为完成飞天效果，被吊威亚整整1天。她一次次升空、落地，只为捕捉最完美的飘逸姿态。那一幕她从天而降，手中撒花的瞬间，被观众解读为福泽人间的象征。有人评论说，那不是表演，是一场祝福。双引号。流量背后是专业与敬业。根据新浪娱乐报道，热巴这场演出在24小时内播放量突破1亿次，点赞评论无数。观众纷纷表示，这位来自新疆的女演员不仅拥有天赐的美貌，更重要的是她在舞蹈中的真情与敬业精神。其实，热巴早已不是只靠颜值出圈的艺人。从古剑奇谭到三生三世十里桃花，再到长歌行你是我的荣耀，她一次次用角色刷新观众的印象。尤其是白凤九一角，让她真正成为家喻户晓的东方美人象征。此次以嫦娥之姿回归荧屏，更像是一次文化意义上的升华。她不仅是演员，更是传递东方女性之美的文化符号。从红毯女王到文化符号，在时尚圈，迪丽热巴早已是各大红毯的宠儿。她的亮相几乎等同于视觉焦点，不论是戛纳电影节的高定礼服，还是国内品牌活动的简约造型，她总能以独特的气质驾驭各种风格。媒体称她为红毯女王，而这一次，她用嫦娥的形象证明，她不仅能惊艳镜头，更能打动人心。事实上，热巴的成功不只是外貌与流量的胜利，她的每一次舞台亮相都带着一种来自西域的热烈与东方的柔美。正如一位评论人所说，她的存在本身就是多元文化的交汇点。在她身上，我们看到了当代中国女性的力量与柔情并存，看到了文化自信的闪光。当嫦娥不再只是传说，从观众角度看，这场表演之所以能引发轰动，不仅因为迪丽热巴很美，更因为她以现代舞台语言重新诠释了古老神话。在这个信息爆炸、节日仪式感渐渐淡化的时代，中秋奇妙游以科技与美学重塑了传统，
而热巴正是这一场东方美学复兴的灵魂人物。她的嫦娥不是高高在上的仙子，而是温柔、努力、带着人间烟火气的女子。她身上的每一个舞姿，都在告诉人们，美不只是外表的惊艳，更是精神的坚韧与执着。正如有网友留言，热巴把嫦娥跳活了，也把我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唤醒了。双引号。星光部问赶路人，出道10余年，迪丽热巴从一个新人逐渐成长为华语娱乐圈的顶流代表，她的名字几乎成为努力与美丽并存的代名词。有人质疑她的演技，也有人拿流量说事，但这场中秋之舞再一次用事实证明，真正的光芒不是炒作出来的，而是一步步积累的结果。嫦娥奔月的传说流传千年，而今夜的嫦娥是迪丽热巴。她从云端缓缓落下，手中洒下花玉，也洒下了属于这个时代的浪漫与祝福。在那一刻，我们看到的不只是迪丽热巴的美，而是中国文化在新时代的闪耀。感谢您观看视频。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，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愿你们生活中充满欢乐与幸福。再见。